最近搬家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啊！结果3月售的小伙伴说，还是希望把剑锋相关的产品留给我拍一期。那既然承蒙赏识，咱就来好好聊一聊。其实之前剑锋出 SHF 产品的时候，我是很兴奋的。然而刚出来的嘎子和格里菲斯素质真的太差了，如此背刺让我直接对这个系列就没了兴趣。不过这次产品画的竟然是佐德，这实在是有点出乎人意料了。这次的盒子内还给了一张佐德的手绘，这个画的是确实非常的帅啊，一种邪气和力量外溢的感觉。佐德在剑锋里的人气一直不低，刚登场对战嘎斯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。当年第一眼看的时候，以为这就是使徒形态了，哥布林一样的造型，一脸的兽相，结果这竟然是佐德的人形态，而且人形态的佐德实力就已经非常的强了。而且老动画里的佐德其实是很霸气的，压迫力满满。不过相比起来，我还是更喜欢佐德使徒化后的牛头人形态，这才是真正的怪物的感觉。不过佐德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使徒化的？剑锋作为一个超级巨坑，至今都没有填啊，甚至连佐德使徒化的理由也没有给。按理来说，这么一个嗜血狂战士想要的就是战斗爽而已，所以他的使徒化理由很可能很单纯，比如见识世界上所有的强者。虽然后期被光之鹰实力碾压，甘愿当狗这件事，我觉得多少有点背离人设了，但目前来看是孔蒂之下使徒的第一实力者，应该毋庸置疑。而佐德作为战斗狂却非常有原则，和嘎子不打不相识，甚至有点惺惺相惜，后期2次救了嘎子，也是使得佐德被大家认可的原因。尤其是老动画里给嘎子丢刀这一段，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。老动画里的佐德真的是有一种莫名的阴气，但这次玩具的佐德应该用的是新动画里的 3D 建模，虽然体积真的是很大只啊，但是少了一点高大魁梧的感觉，反而更像是哥布林酋长的样子。其实我个人来说不是很满意的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缺少参照物啊，和嘎子战斗的这一段其实能明显看出体型的差距，对比着来看的话就不觉得又矮又敦实了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我的嘎子已经压箱底了，而且是完全不想再拿出来把玩一次的那一种，卖了又血亏的东西，所以这里就不拿出来对比了。不过让人无语的是啊，嘎子作为剑锋系列的第一批，烂一点咱也忍了，怎么到了佐德这里把玩体验还是不得劲啊？头部的总体还是很不错的，抬头能达到轻松接近90度，低头由于造型的原因大概只有45度多一点，不过左右的歪头幅度也能到45度左右，这种幅度已经非常的优秀了。另外头的360度旋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虽然还是有一点点的干涉。不过大臂的摆动就很难受了，前后的摆动幅度非常的小，这里的关节是一个很奇怪的球关，所以即使抬起手臂也没有多少前后摆动的幅度，而且这个关节真的是很难看啊。这个大臂的抬起也是通过这个内部关节的 Z 字折叠达到90度的，大臂的360度大风车倒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大臂根部有360度的平转，不过比较松，曲肘的幅度大概在100度多一点，手感不是特别的好，不过幅度倒是很够用了。不过手腕可以做到上下60度的翻折。腰部其实刚拿出来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可动，不过如果用力掰的话还是有一定幅度的。前倾大概在20度左右，后仰也差不多如此，范围不算大，但惊喜的是内部竟然还做了一层带涂装的嵌套。左右侧摆的范围也差不多是20度左右，范围说实话并不大，不过腰部在这么多层的装甲嵌套之下还能做到360度的旋转，也挺让人出乎意料的。胯部的毛皮虽然有一段下垂，但是大腿的前踢没有被干涉，反而能达到90度以上。不过屁股是硬的，所以大腿的向后幅度并不大，大概也就是20度左右。大腿的侧踢幅度也比我想象中的优秀，大概90度差一点吧。不过这里的手感其实是比较松的，但这个大腿的360度平转更松，这里的手感真的非常差啊。屈膝虽然是双段关节，但是实际的角度也就是120度多一点，比较一般。脚腕的部分向后垫脚大概60度，虽然有一点点下拉关节，但实际帮助不大。上抬基本没有空间，前脚掌给了分段上抬，但是上抬的幅度不大，大概45度。不过竟然可以向下转一点点，左右接地幅度比较的可惜，大概也就是30度左右。主要还是小腿的这个毛的部分干涉很大，如果能把造型再切割一点就好了。不过整个脚还是能左右旋转的。可以看到这个可动肯定是算不上优秀的，而且部分关节真的是很松，很容易掉。尤其点名批评2条手臂啊，把玩的手感真的是很一言难尽。但你要说可动太烂，摆不出想要的 pose， 那倒也不至于，凹一凹还是有的。不过佐德的这个体型确实远大于一般的6寸，普通支架还真遭不住。其他配件方面其实给的也不算多啊，手臂给了一个抱胸的替换手，其他就只有3种手型了：握拳、空心握持和开掌手，以及一把佐德的斧子。抱胸手的替换很简单啊，就是拔下手臂就可以了。拔下来会看到2个这个手臂连接的细插桩是真的不行啊，所以才导致了手臂又软又松，建议不要多次插拔手臂的位置。剩下的还有佐德标志性的大刀，一共给了3种状态：单独的刀、单独的刀收纳袋，以及收纳在袋子里的状态。说真的，戴哥，我都有点不明白你到底是懒还是怎么样了。
你就把那个皮带子做成真的皮带子，可收纳不就好了吗？硬是做出了3个零件来，还3个零件都要给涂装，难道说多做2个零件的成本要更低吗？但这样玩起来是真的不方便啊，挂在佐德身上还得根据拿没拿武器来调整，反复的插拔这里真的是很麻烦啊。然而有趣的是啊，武器收纳袋没有给皮的，佐德的这个毛围脖还真就给了一领皮草，而且还内置了铁丝可以凹造型，这是我觉得整款玩具里面最好的零件设计了。替换也是直接拔下头套上去就 OK 了。胸前还有兽爪的小细节，不过很可惜的是佐德的脖子有点太短了，围上之后整个脖子都没了，感觉更像大头哥布林了，就少了一些气势。另外面雕也给了3个，我认为细节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。首先是像，其次是涂装和刻画都非常优秀，野兽一样的竖瞳孔和黑色眼眶勾边，头上的疤痕、牙齿的细节等等刻画都很给力，这次的面雕绝对算得上是一大亮点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所有的配件细节展示了。这次的佐德东西真的不多，当然原著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啊。不过最大的槽点还是剑锋系列一贯拉垮的把玩手感。戴哥难道真的听不到市场的反馈吗？但实话说啊，能在这么多人物里出到佐德，我觉得已经很惊喜了。而且卖相上来说，整体的细节涂装、造型刻画方面也没有太多可挑剔的。配件的涂装质感也是用心的。对于喜欢剑锋和佐德的朋友来说，其实算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了，也难怪3月兽的小伙伴还是想留给看过剑锋的来拍，而且能凹的造型也很丰富，有嘎子的话其实也能摆一摆场景，我相信之后肯定也会出牛头人使徒形态。不过现在貌似这款的价格在2级市场还被炒上去了，这也很让人出乎意料啊。综合来说，炒高了的话确实是不值得买的，等等价格的回落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点赞投币1键3连，大家下期再见。